备受世界瞩目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5次会议周一下午在昆明开幕。本次会议将为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绘制蓝图。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周二视频方式出席此次会议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世界期待昆明时刻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未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周一在春城昆明拉开帷幕，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成为此次大会主题。同时，这也是联合国首次以生态文明为题召开全球性会议，全球目光再次聚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周二以视频方式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中国是最早签署和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之一。截至目前，公约共有196个缔约方。缔约方大会是公约的最高议事和决策机制，每2年召开一次。习近平高度重视此次缔约方大会，多次在重要国际会议上向全世界发出春城之邀，同各方共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战略，共同开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进程。这次大会是联合国首次以生态文明为主题召开的一次大会，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同时，这一主题也呼吁全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采取共同的行动，使我们未来在框架达成的时候能够形成共同的共识和目标。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2020年发布的第5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指出，人类正处在十字路口，生物多样性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丧失，而造成其减少的各种压力在加剧。我们现在的物种的灭绝速度是正常速度的100倍到1000倍，很高，对吧？第二呢，就是可能我们有100万物种面临着灭绝的危险，这也是很高的一个比例。IUCN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估数据也显示，应该有28%的物种面临着灭绝的危险。因此，国际社会普遍期待本次会议能够总结既往经验教训，制定既有雄心又切实可行的精准路线图，开启更加公正合理、各尽所能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进程。近年来，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成绩斐然。今年全球动物界一大网红非云南那群野生亚洲象莫属。通过多年保护，中国境内的亚洲象野外种群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的180头增至目前的300头左右。中国还通过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严厉打击非法贸易等多种举措，不断加强野生动物植物及栖息地保护和修复。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中国10月初发表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强调中国一贯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创新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这次我们国家主办生物多样性大会第15次缔约方大会，那么也就是以中国的这个价值理念，向这个世界在这一领域的保护提供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中国的智慧那么也是这个倡导各个国家共同来努力这个共同走这个生态文明这个发展道路，共筑这个绿色发展，然后共同共建这个地球生命共同体。这次在中国召开缔约方大会，中国是主席国也是承办国。国际社会希望通过中国的努力，能够对未来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起到引领的作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马说，中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强有力支持者和贡献者，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的工作值得各国效仿学习。习近平主席阐述了什么是生态文明，那就是同时重视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我到昆明来参会，从住的酒店到会场大概需要20到30分钟。我看到的就是习主席所说的美丽中国，满眼都是绿色，到处是鲜花绿树，空气也非常清新。
周日，中印在边界的中方一侧举行第13轮军长级会谈。双方在会谈后的新闻稿显示，这次会谈没有解决剩余问题。中方还罕见严厉批评印方坚持不合理也不切实际的要求。印方的要求到底是什么？印方声明强调，两军将继续保持沟通，并保持地面稳定，这又释放出什么信号？中方警告印方不要误判形势。那么，自上一轮会谈以来的2个月中，印度误判了什么形势？来看看分析。周一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龙少华大校就中印第13轮军长级会谈发表谈话，指出，周日，中印两军在莫尔多楚舒勒会谈点中方一侧举行第13轮军长级会谈。会谈中，中方从维护中印两国两军关系大局出发，为推动边境局势缓和降温做出了巨大努力，充分体现了诚意。但印方仍坚持不合理也不切实际的要求，为谈判增加了困难。龙少华大校强调，中方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意志坚定不移，希望印方不要误判形势，珍惜当前中印边境地区来之不易的局面，恪守两国两军有关协议协定和共识，切实拿出诚意和行动，与中方一道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外界注意到，相比上一轮军长级会谈，印方此次可谓是翻脸如翻书。国防部官网显示，中印第12轮军长级会谈的新闻通稿指出，双方同意此轮会谈具有建设性，进一步增进了相互理解。双方同意根据双边协议协定，保持谈判对话势头，尽快解决剩余问题。但印度陆军最新发表的声明称，这次会谈没有解决剩下的问题，双方同意保持沟通，并保持地面稳定。据印度教徒报报道，此次会谈于上午10点半开始，晚上7点结束，持续了约8个半小时，会谈时间也是历次中最短。该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截至上一轮会谈，所有不那么棘手的问题已经基本处理完毕，因此这次会谈开始处理的都是历史遗留问题，因此难度较大。报道还称，目前有数千名中印两军士兵在实际控制线附近。印度陆军参谋总长纳拉瓦内上周表示，做好了让印度士兵在高山区域度过第2个冬天的准备。印度它这个对于解决边界问题缺乏一个谈判的一个诚意，也反映了印度它内部这种决策机制的一种混乱。因为其实从去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当时的这个爆发，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其实去年4月份的时候，双方就在加勒万河谷地区已经发生了一些对峙，但是通过6月初的一个军长级谈判进行了缓和，但实际上是相关的方案可能被印度高层否决了，所以呢，导致呢印度军队它采取了一些暴力的一些举措。观察指出，中方发出了自两国军长级会谈以来最严厉的一次表态，直接批评印方坚持不合理也不切实际的要求，为谈判增加了困难。印度教徒报报道称，印方再次要求中印边境现状恢复到2020年4月份实控线状态。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明旺认为，这种要求显然不合理也不切实际。他反问，印度为什么不要求恢复到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之后的状况呢？林明旺认为，这次西部战区的声明非常直接，警告印方不要误判形势，这表明中国对印度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但他同时指出，当前双方预期都比较低，边境上双方都是防备状态，整体而言不乐观，对中印两国都是一个考验，但双方都没有意愿爆发新一轮冲突，因此局势整体是可控的。西部战区如此罕见的用严厉的一个措辞来批评印度在这个谈判问题上的一个反反复复的一个态度，那么也表明了确实印度方面他的一种对于边界问题的一些炒作，或者他对边界问题上一些不切实际的诉求，已经可能是超出了我们认为你具备和谈诚意的这么一个忍受的一个界限。分析认为，印方态度在2个月内发生巨变，主要是受到美国近期加紧操弄印太战略的刺激。9月25号，印度总理莫迪在赴华盛顿参加4国安全机制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双边会晤，双方声明加强美印防务合作关系。美方称，印度是主要防卫伙伴。上周五，也就是中印本轮军长级会谈之前2天，第16届美印国防政策小组会议举行，敲定年内举行美印2+2会谈。其实美国因素，我觉得是印度这几年来它对华政策前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驱动力。而且
因为在印度看来，它现在在中美博弈这个过程中，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地缘价值就是美国要拉印制华，所以它会拼命的向美国搞投名状，借此向美国要更多的在军事、防务啊、安全各方面的一个支持。但是你让美国完完全全的被卷入到中印边境的可能的这种战争中，我觉得美国也是很理智的，它更多的是把印度作为一张牌，印度更多的是被美国当枪使。外界还注意到，就在中印第13轮军长级会谈之前几天，印方炒作所谓中国边防部队越界问题。印度英文电视台今日印度援引印军高层消息的话称，上周有约200名中国士兵越过实控线，破坏了印方的一座桥梁等基础设施，但印度军方其后又改口称，没有任何设施被损坏。还有印度媒体报道称，期间中印两军对峙好几个小时，又称数名中国士兵被印军扣押，经过中印两军指挥官现场协调后结束对峙。但中方很快澄清印方的恶意炒作。中国日报上周六援引中国军队消息人士的话称，9月28号，中国边防部队按计划对中印边境中方一侧东张地区进行例行性巡逻，中途遭遇印方无理阻拦，中方官兵坚决予以反制，在完成巡逻任务后返回。该消息人士表示，东张地区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边防部队在自己领土上组织巡逻完全合理合法。印媒最近关于中国士兵越线被扣的炒作子虚乌有，与事实不符。此次事件，印方蓄意挑衅在先，歪曲抹黑在后，严重违反双边协议协定，责任完全在印方。深圳卫视注意到，中国日报证实，这次中方巡逻的地点在东张。东张属于中印边界东段地区，是位于西藏山南市错那县的一个小村子，也是反蚕食斗争相当突出的地区。据《环球时报》报道，东张瀑布是藏族群众的圣地，但2001年印军越线将东张瀑布下游的桥梁拆除，并将哨点位置从瀑布上方移到瀑布下方约1公里处。从那以后，朝圣的藏族群众再也无法到东张瀑布下取水。印军通过这次拆桥行动，蚕食了1公里，并部署了一个加强连的兵力。以前解放军边防部队行军至东张瀑布约需要1天半时间，但是现在随着当地基础设施升级，几十分钟就能到达。中国日报上周六的报道指出，中国边防部队按计划对中印边境中方一侧东张地区进行例行性巡逻。观察指出，这次巡逻就是一次反蚕食行动。观察指出，印度官方和媒体经常联手进行恶意炒作，但中方往往从大局出发，并不点破。此次中国日报快速澄清不实新闻，或成为今后的常态。印度媒体我们知道，其实一直都是喜欢小题大做，那么把很小的事情，它就通过来放大，来吸引眼球。更值得担心或者警惕的原因，可能是印度政府或者印度军队内部是否有人故意向这个媒体来传递一些错误的信息，挑起国内的民族主义，来倒逼印度政府。所以我觉得这呢也不利于中印官方无论是外交还是军长级谈判中军事渠道来把这个局势尽快缓和下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贸易代表戴琪上周六举行视频通话，为近期走向缓和的中美关系再添助力。通话前，戴琪表明他将致力于中美经济再挂钩。有分析认为，一旦焦点重新回到贸易和经济问题上，中美关系中的相互依赖性只会加深，并给整体关系带来新动力，需要美方采取务实的态度。刘鹤与戴琪上一次通话是在今年5月27号，微信公众号玉渊谈天周日发文指出，4个多月前交流是坦诚、务实、建设性的，这一次是务实、坦诚、建设性的。这次通话几天前公布对华贸易政策愿景时，美方就做了预告，中方是应约。这次通话有落实中美元首通话精神的时机，有解决问题的动机，但是还要观望实际性的转机。
而此前9月10号，中美元首通话时，两国元首达成共识，同意继续通过多种方式保持经常性联系，将责成双方工作层加紧工作，广泛对话，为中美关系向前发展创造条件。在中美双方公布的通话内容中，美方有一句跟中方一致的表述：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和世界都非常重要。文章指出，美方总谈美国企业没办法同中国企业公平竞争，以此来抹黑中国市场。但中国的成功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成功。深圳卫视注意到，就在此次对话的前一天，美国《纽约时报》发文表示，对于华尔街的一些大公司来说，中国的经济前景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乐观。世界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建议投资者将他们的对华投资增加3倍。还有舆论直指，由特朗普政府挑起的对华贸易争端，最后却让受波及的美国业者叫苦连天。如今，拜登对于中美遗留下的关税问题，终于开始认清现实。据悉，已有将近30个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业团体向拜登联名上书，请求拜登削减对中国商品的加征关税。戴奇在上周一的演讲中也表示，拜登政府并不打算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相反，他将致力于再挂钩，给美国企业带来更多利益，包括扩大进入中国巨大市场的机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苏晓辉认为，美国企业界以及民众乐见中美高层进行沟通，尤其在戴奇发表了对华经贸政策之后，迅速与中方进行沟通。在很多企业界看来，这是用实际行动对戴奇讲话中没有阐释的政策走向进行一些政策展示。未来双方之间还会不会保持沟通的态势？如果能够继续进行沟通，较为频密的进行沟通，那么意味着中美双方解决问题的诚意是较为充足的。尤其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从拜登政府他的对华的经贸政策来说，似乎会有更多的积极的信号。不过，玉渊谈天的文章同时也指出，美方释放了与中方相向而行的信号。很显然，这只是战术的调整，并非是战略的变化，依然用竞争打底中美关系。美国显然还没有正确认识中方内外政策和战略意图。追根溯源，美国在谈及对华政策时，总在强调中国的发展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并且这样的论调戴奇仍在重复。美国钢铁厂倒闭是因为中国发展钢铁产业，美国光伏产业不行是因为中国进入了这一领域。文章特别提到，这次通话中，中方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直接说反对不寻常。互动的模式本身就在出现变化，大家肯定还会记得3月份的安克雷奇会晤，以及7月份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华。在2次沟通的过程当中，中国呢都是比较善于下先手棋的，那么甚至让美方呢产生了一定的心理阴影。其实呢，这样的一种明确的表示反对，是延续此前我们与美方打交道过程当中中国在主动塑造的这种政策的走向。现在呢，我觉得中国明确的表示反对，也是要戳破美国对华政策的画皮，警告美方，中国看到的是所谓的竞争，目标还是对抗。那么这样的一种走势，中国绝不会答应。稳定中美关系需要美方采取务实态度。印度前外交官巴德拉库马尔看到了中美关系的问题所在。他在港媒《亚洲时报》刊文，一旦焦点重新回到贸易和经济问题上，中美关系中的相互依赖性只会加深，并给整体关系带来新动力。拜登在现阶段希望实现的是一个不那么雄心勃勃的目标，即稳定关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扭转最近危险的螺旋式下降趋势，这给外交操作留出空间。当然，这需要美国采取务实态度，避免紧张局势不必要的升级。只要紧张的根源依然存在，积极趋势能否持续就有待观察，很多事情仍可能出错。但美方显然对华常备2手策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上周4宣布成立中国任务中心，并表示中国政府是我们在21世纪面对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威胁。中国驻美大使秦刚随后回应表示，中情局把中国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威胁，就是最严重的误解误判，并批评美方总是陷入这样的内卷不能自拔，希望中美元首通话达成的共识能够切实得到遵守和执行。
行。上周五，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对此表示，这是典型的冷战思维表现。美方有关部门应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和中美关系，停止做损害中美两国互信合作和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事情。中国任务中心成立的时候，其实呢，在 CIA 的内部取消的是朝鲜和伊朗任务中心，那都是特朗普政府时期设立的。也就是很明显的是，美国希望所谓的好钢用在刀刃上，要把更多的火力聚焦在中国身上。这样的一种大国竞争的做法是非常的清楚的，美国也是毫不隐晦的。那涉及到阴谋，应该说情报并不是现在阴谋的核心，而更可能的是未来 CIA 会发挥对中国进一步的进行抹黑，进行一些恶意的污蔑中国的伪证的制造等方面会有一些发力，这也是中国高度警惕的。上周五，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谈到基本法23条立法可能要加强对涉及间谍罪行的琢磨时，专门回应了美国中央情報局宣布成立中國任務中心一事，並表示特區政府需就此作出應對。相信大家都留意到啦，中央情報局咁咧就係發表咗咧，就講咧就話佢哋有個咧叫中國任務中心咁咧就會咧就係會係要獲取好多嘅情報。咁我相信咧即係大家聰明嘅香港人咧都諗下知啦，呢啲咁嘅中央情報局嘅中國任務中心要獲取情報，用啲咩方法咧？咁我哋咧都要就住呢啲咧係要做好一個應對嘅。相關話題來連線特約評論員吳衛，吳先生您好。美國中央情報局近期高調宣布設立所謂中國任務中心，您對此有何觀察？中情局由4個主要部分組成，分別是情報處、國家秘密行動處、科技處和支援處。每一個處由一名分管的副局長領導，直接向中情局長匯報。除此之外 ，Mission Center 也就是任務中心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特殊機制，能獲得上述4個處的力量配屬。它的職責用 CIA 官網上的話講，就是直面美國國家安全挑戰，聚焦應對高優先級地區事務，是由中情局長直接過問的特設機構。據公開資料顯示，自冷戰以來，中情局先後設立過反諜報任務中心、反恐任務中心、近東任務中心。那麼在特朗普總統任內，增設了這個伊朗任務中心和朝鮮任務中心。拜登總統上任之後這個中情局重新洗牌，伊朗任務中心被納入原先的這中東任務中心，朝鮮任務中心則被劃入冷戰以來就設立的東亞太平洋任務中心。由此可見，所謂中國任務中心的開設，拜登總統一定是知情的，甚至不能排除親自授意的可能性。任務中心的主任同樣引人關注。根據中情局這個壁壘森嚴、單線匯報的這個做事風格，這位中心主任雖然行政級別不一定有副局長高，但他與美國總統之間往往只相差2到3個角色，那就是國務卿、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以及中情局長。據美國媒體報道，這位主任剛一到任就向老闆開出了一張需求清單，所謂廣泛招募訓練更多會說普通話的情報人員作為優先事項，赫然在列。春江水暖鴨先知，個人認為平日裡見不得光的情報戰線才是大國博弈烈度的最直接體會者。當美國的情報頭子說出中國是美國在21世紀面對的最重要地緣政治挑戰這樣一句話時我們一定要予以足夠的重視。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當美國政府決心做點什麼的時候，最先動起來的往往是這些玩陰招損招的家伙。另一方面呢，前不久在瑞士蘇黎世舉行的中美外交事務高層級對話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明確向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提出，中方反對以競爭來定義中美關係。那您是如何來理解這句話的分量呢？中美關係此刻正處於一個什麼狀態？其實旁人一眼就能看出美國政府這套說辭漏洞百出，這分明是在你想對抗的地方對抗，在你想競爭的領域競爭，在你關心的議題上合作，根本就是赤裸裸的強盜邏輯。這與中方提出的基於互相尊重、平等對待、以建設性方式妥善管控和處理分歧的精神相去甚遠。所以我們看到，在今年9月10號的年內第2次中美元首通話中，習主席說了分量更重的話。他說，中美能否處理好彼此關係，攸關世界前途命運，是兩國必須回答好的世紀之問。世紀之問力壓千鈞。拜登總統在聯大會議發言承諾，美國不尋求新冷戰，中美對抗論的調門由此降低。
那么中美竞争论呢？拜登总统在电话中声称会负责任地管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大国博弈，朝朝见势，元首交锋，字字珠玑。全文人士透露，杨洁篪主任与沙利文助理的苏黎世会晤是中美元首通话里的提前约定。中美元首放下电话半个多月后，两国特使相约在欧洲中立国瑞士会见，调停之意浓厚。被美国媒体誉为 Tiger 的杨洁篪亲口告诉民主党人的明日之星沙利文，中方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在我看来，这是中方消解对抗论之后再一次将矛头指向了竞争论，是对中美关系的主动形塑。中方先后当面否决了中美对抗论与中美竞争论，言下之意也就十分直白了，正是习主席在电话里说的那句“中美合作，两国和世界都会受益”。合作二字在这通电话里出现了6次，对抗二字只出现了1次，恰好是下半句。他说：“中美对抗，两国和世界都会遭殃。”与此同时，美国媒体曝光了美军特种部队在台协助训练一事。那您是如何来看待台湾问题之于中美关系的地位？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地强调，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在我看来，总书记是在向世人宣告，那些妄图要介入台海局势的境外势力，一定会遭受中国人民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的迎头痛击。我个人认为，尽管台湾问题确实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但实际上炒作台湾问题的恰恰是海峡对岸的民进党执政当局，是那些靠所谓中美对抗红利吃饭的台独分子们，是那些将台湾视作一张牌换取政治利益的美国政客们。冷静思考之下，我们越是气急败坏地打乱了国家建设、民族复兴的步伐，越是让对方将台湾牌的收益最大化。事实证明，当我们专心致志、按部就班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我们。这才是总书记要求我们深刻认识、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的题中应有之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而且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总书记的这句最新论述，值得国人冷静思考体会。矛盾分主次，问题分从属。我坚信台湾问题会有瓜熟蒂落的那一天，那时候我们唯一需要做的不过是迈开腿跨过这个小土堆。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台海两岸情势持续紧张之际，央视发布消息指，解放军陆军近日在闽南某海域组织进行抢滩登陆实战演练，释放什么信号？李建南、刘国生、管瑶详细解析。台海两岸情势持续紧张之际，央视发布消息指，解放军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近日在闽南某海域组织进行抢滩登陆实战演练。分析指，震慑台独意味明显。据央视军事报道周日报道，在演练中，解放军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利用冲锋舟速度快、搭载人员多的特点，把操舟手、突击手、爆破手等不同专业人员合理编组多支小队，分多波次抢滩，执行不同阶段作战任务。我们冲锋舟的操舟手需要根据先遣小组烟雾指示出的正确登陆点位，不断调整舟体状态和方向变化，避开敌火力袭扰，实现岸舟协同。报道指，此次演练融合多型无人装备，利用无人艇、无人机投放炸药，有效破除岸滩多种障碍。期间，兵分多路，利用奇袭爆破、包抄合围等方式，同时占领多处防御阵地。同时，火力分队迅速构设临时炮兵阵地，建立防御线，保障后续纵深攻击梯队加入战斗。通过集结上舟、海上航渡、突击上路战斗这种一环扣一环的战场环境，真实检验官兵抢滩登陆作战能力。
有分析指，相关报道正是为了震慑岛内台独势力。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当天就指出，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疯狂谋独挑衅，不断制造事端，其所谓维持现状，不过是企图瞒天过海，欺骗世人。当前，民进党当局的谋独挑衅是两岸关系紧张动荡的根源，是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我们打击遏制台独，是针对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的倒行逆施，绝不是针对广大台湾同胞。民进党当局挑拨离间、混淆视听，欺骗不了岛内民众和国际社会。事实上，蔡英文在近期的2次讲话就不断以两国论的论调触碰两岸关系底线。上周五，蔡英文在玉山论坛声称，台湾不寻求军事对抗，希望与所谓周边国家在和平、稳定、可预测且互惠的原则下共存。显然，蔡英文口中的所谓周边国家意在指大陆。时间再往前推1个月，蔡英文在另一个公开场合中妄言，台湾努力与邻国合作，防止台湾海峡、东海及南海爆发军事冲突。台湾不走向军事对抗，盼与邻国在和平、稳定且互惠的原则下共存。当时，台湾资深媒体人赵少康对此直言，后半句的邻国很明显就是大陆。如果大陆是邻国，那台湾是什么？如果这不是两国论，那什么是两国论呢？台湾佛光大学教授何振胜在中时新闻网撰文指出，早年蔡英文为李登辉所拟的两国论，时至今日，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的各种措施变本加厉，此时抛出所谓4个坚持，这个进阶版的两国论正是走向法理台独的新论述。在此情况下，欲与谨守一中原则的北京当局对等谈判，无意招摇撞骗、自欺欺人。从蔡英文上任强调不要9·2共识之后，现状就已经被改变了。对岸的立场一直都是一个中国嘛。当你明知道对岸是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时候，你用这种方式去跟他谈，那就是不想谈嘛。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也异常愤慨，他对深圳卫视记者痛批蔡英文将给台湾人民带来不可预测的危险。虽然我人现在在大陆，但是我几乎就是说我收到太多关心的，对他这个讲话这个大为惊讶了。你今天台独，你要走法理台独，这是一条红线，而你现在竟然更讲一个歪理台独，以一个这个歪的这个法理来强调自己的台独，那你是不是逾越到一个红线？那么逾越到这个红线，那带来的危险，你可能会跑得掉，那整个台湾人民带来这个危险，那么你呢，于心何忍？事实上，陈水扁执政时期就因为大搞台独影响美国的利益，而被当时的小布什政府定性为麻烦制造者，这也让陈水扁在执政后期的台独言行有所收敛。那么这个微妙的变化的过程当中，台湾方面它实际上是这个三方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弱的，真的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棋子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他这个时候害怕被牺牲掉，所以呢，他就是主动的来像陈水扁当时是一样的，来升高这种对抗的这种氛围。这个是后面美方一定会继续观察关注的。如果大陆方面有理有利有节的方式，采取了足够强大的这个，或者说是发出那个足够明确这个声音的话，美方感受到威胁的话，那么美方他一定会进一步对台湾当局进行管制。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这几天持续在岛内引发热议。那么您是如何来看待这种现象？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知道啊，就在前天，中国大陆呢以最高规格来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最高领导人发表重要讲话。岛内名嘴黄志贤呢，在人民大会堂现场聆听了习近平的讲话。他昨天啊，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就特别谈到，印象最深刻、感觉最振奋的，就是总书记的这一句最强音：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所谓人同此心，民意不可违。人民大会堂响起的持久掌声可以作证，黄志贤他的个人感受在海峡两岸都是完全共通的。我注意到岛内啊，甚至已经有学者在前瞻历史审判名单了。那在这份名单上，头号人物毫无疑问就是民进党当局的头面人物。他们鼓吹的所谓互不隶属说，其实啊就是诡辩话术，特殊国与国关系所谓两国论的升级版。那么就是在刻意挑动对抗，
妄图分裂国家，挑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与共识，也是在摇撼两岸关系的根基。所以国台办迎头痛击，痛批民进党当局否认9·2共识，破坏对话基础，谋求台独分裂，关闭两岸对话大门，这难道不是改变现状吗？总书记特别引述孙中山先生的世纪遗言：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那么就此来说呢，两国论的升级版就是对中山先生的背叛，是对两岸中国人共同意志的背叛。所以鼓吹这些言论的人，其实他们是在给自己挖坑，是在拉岛内学者预言的审判名单。那之前呢，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已经被国台办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他最新在接受澳媒采访时就叫嚣不惜一战打到底，全然不顾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当然是在审判名单上自供了新罪状。我们注意到呢，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西方媒体也有不少报道，那您又是如何分析的？总书记再度向世界宣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那么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这呢，也让台独分子急得跳脚，他们呢只好再度抓住所谓的救命稻草，再次使出所谓的民主防线最前沿的话术，那就是在痴心妄想各种外来干涉，甚至呢处心积虑要勾连，甚至是幻想要绑架所谓的外部势力。台独分子通过渲染所谓区域情势与挑战，危言耸听，每一步势必牵动世界未来的走向，世界未来的走向也必将影响台湾的前途。那这一套话术，它就是要把台湾当局对台海现状的疯狂挑衅进行再包装、再定性，描述为两个阵营、两套制度、两种价值观的博弈对决。事实上呢，蔡英文上周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出的英文长文台湾 and the fight for democracy， 所谓台湾与民主之战，就是呢在为这一套话语做所谓的全面阐述。但是呢，我认为这是完全时空错乱的绑架。且不说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国际共识，但是呢，冷战对抗年代就是台独分子想回就能回的吗？联合国秘书长都在告诫，要全力避免新冷战。美国总统拜登不也在联大宣告，美国不寻求对华新冷战吗？台当局幻想外部干涉，最大幻想对象当然是美国。近来美方高层也频频就台湾问题发声，小动作不断。那您对此又是如何看？没错，近来美国高层，包括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甚至是总统拜登本人，都在不同场合谈到台湾问题。所以针对美方的行径，包括台当局的所谓发声喊话、各种意淫，有媒体形容这是美方在和蔡当局在搞所谓的合演双簧。但是呢，我对这个双簧说是完全不同意的。所谓双簧，当然是两个人合演，虽然呢一个幕前一个身后，但是呢毕竟是平等关系。但是呢，蔡省长已降，这些个人几斤几两，他们难道心中没数吗？棋子就是棋子，分分钟都可能会沦为弃子，怎么会有搭戏演出的可能呢？美国前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在他的回忆录里就声称说，特朗普坐在所谓永毅总统办公桌前，指着手中的笔尖说，这是台湾，他又指了指大班台，这才是中国大陆。孰轻孰重，利益几何，特朗普的继任者就算不过来吗？美国是不会放过打台湾牌的任何机会，但是呢，美国不可能为台湾而战。这呢不只是我的个人看法，这实际上是美国战略学界乃至军界的共识。不然，美军参联会主席米利上将，他为什么会在他眼中的中美关系敏感时刻2次主动给中国军方来打电话交底呢？美国知名防务智库兰德公司进行的兵棋推演，早就多次预判了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是所谓 an unwinnable war， 是美方赢不了的战争。那既然赢不了，那么美方军事介入的理据又是什么呢？所以曾经在美国陆军服役多年的防务分析师叫丹尼尔·戴维斯，他在商业内参最新撰写的书评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标题 ：The U.S. can't fight China for Taiwan。美国不可能为台湾而开战，但是呢，他同时也在鼓噪美国应该向台湾售卖军火，
也就是呢，继续把台湾当牌来打，继续呢在台海玩火。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长，逆之则亡。海峡两岸的最大的潮流，其实就是总书记所再次严正宣示的：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